10种路边植物冷知识。一、咖西茄。在这个小溪暖石滩上面，我们发现很多这种植物，它的样子好凶悍，叶子两边、枝上面、茎秆上面都是刺，枝干上的刺有点这样弯，没有那么长。叶子上的刺啊，哇，真的好长哦。它正式的中文名叫咖西茄，咖西就是印度喀西地区，名字就是来自这。估计最初标本是在印度喀西的山区采集的，所以给它这样命名。咖西茄是茄科茄属的植物，和我们平时吃的茄子啊同科同属。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它叫咖西茄，但是原产地并不是印度，它原产于巴西。因为它的药用价值啊，被很多地区引种。它有一个外号叫牙痛草，牙痛的时候可以用它的果捣汁敷。19世纪末抵达中国，意外开启了一场跨越100年的入侵之旅，遍布两广、仁贵川、江浙赣等地。它的繁殖力太强了，我们在这个小溪滩上啊，到处都是。它的果啊，好有意思，带种绿色的花纹，有点像小小的西瓜。嘿嘿，为什么它长这样的花纹呢？这个花纹啊，植物学上叫花青素网络。这种网络能够防烈日灼伤，当然也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就是别的动物啊、生物啊看到，有点恐怖嘛，好像我们在自己的菜地立一个牌子，严禁采摘，类似这样的感觉吧。它的繁殖能力令人咋舌，单果含籽量约300粒，按适应萌发率达90%，落果即发。说上去虽然有点讨厌样的，其实它也是制药界的天使，或者说是制药英雄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它的果实含有索拉索丁，这是提取流体激素类药物的基础原料。此外，未成熟的果实中还含有澳洲茄碱，这一成分2006年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为抗肿瘤药物。在一些民间医药体系中，它也是一味好药，是一位止痛高手。味微苦，性寒，归心肝胃经，核心功效祛风止痛、清热解毒。用新鲜果实捣烂敷在患处，可治疗牙痛。此外，对风湿痹痛、头痛、腮腺炎、臃肿疮毒等症均有疗效。不过它有小毒，我们使用的时候要严格控制剂量，一般内服就是3到6克左右。因为它全株含生物碱，如果是生的，那毒性更强，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如果种来观赏，或者院子周围有这个植物啊，家里有小朋友的，也要防止他们误食。像它叶子两面长刺这个形态啊，还有一种植物就是两面针。但是我看有的民间医生把这个也叫两面针，因为证明的两面针对牙痛啊也比较好嘛，所以民间老百姓对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叫法，有的叫它刺天茄啊。之所以我判断它是咖西茄，就是它这个花朵的形态啊，1朵、2朵、3朵、4朵，甚至更多，都是共用一个基部长出来，有一点像蝎子尾啊。如果是聚散发序的，结的果有点橙红色的。你们那边有这种植物吗？它的花是不是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特征？2、藤构。大家看，这个是藤构，桑科构属的植物。虽然和构树比较亲，但是它却是构树家族里的异类。它结的果也像构树果样红红的。但是藤构的果我们不要去吃，吃了以后会
扎喉咙、扎舌头，因为它果上面有很多小刺毛。民间有的地方叫它蔓构，藤蔓状的构树，还有的叫它假构树。它是蔓生藤状灌木，茎长而柔韧，像蛇一样盘绕攀援在其他树木或岩石上。它和构树一样，叶子可以喂这个牲畜，它的皮也富含这个纤维，可以用来造纸。藤构也是雌雄异株，雄花也像构树一样，有点类似毛毛虫状，而雌花就像一个头状花序，它是3、4月份开花。如果是雌花，满树的头状花序在阳光的掩映下特别美丽。5至7月份果实就成熟了，直径约1厘米的小果，有一点像一个小小的红宝石嵌在枝头。果实表面布满尖刺状绒毛，吃进嘴里会像微型的玻璃渣一样反复扎伤口腔黏膜，并粘附在舌头、喉咙上，造成强烈不适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好奇去吃它。藤构的根茎叶都可以药用，在民间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跌打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、活血化瘀的功效。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时候单用它都能搞定，当然有的会配一点金钱草。藤构用量干品煎汤内服，常规剂量9到15克。鲜品捣烂外敷，可用于跌打损伤、疮痈肿毒。孕妇禁用，脾胃虚寒者慎用。还看到一只癞象，它在这个枝上爬，有一片叶子碍住了，它用后腿这样拨来拨去，有点萌的样子。3金刚藤，大家看，这个是金刚藤，它的名字有一点钢铁侠的风范，意思就是硬如金刚，坚如铁石。植物名师图考里记载，其根块状，坚硬如铁，故称金刚。有的还叫它铁棱角，因为它的根上面长了一个个棱角样的。它是百合科拔卡属攀援灌木，茎长1至3米，最长可达5米。茎上疏生小倒刺，扎手但不致命。叶子薄格质，叶形多变，有近似圆形，也有椭圆形。花黄绿色，雌雄异株，公株母株各开各花。秋天时结这个红果，成熟时鲜红欲滴，表面有的还布满一层白霜。金刚藤的叶柄两侧长着2条弯曲的转须，紧紧缠住附近的灌木，向上攀援。它的嫩苗也可以做野菜食用，把它焯水以后凉拌或者清炒。它的块状根茎呈不规则的节状，广泛分布于华东、华南各省，甚至缅甸、越南、泰国、菲律宾也有。金刚藤味甘，微苦涩，性平，归肝肾经，无毒。核心功效：利湿去浊，祛风除痹，解毒散瘀。虽然硬如金刚，有点钢铁侠风范，其实在治病上也有它温柔的一面。腰腿冷痛、风湿关节炎，可以用金刚藤15至30克煎汤，大剂量可以用到30到90克，或浸酒内服，活血化瘀效果加倍。当年喝下它，它就化为温柔的治病良方。孕妇禁用，服用期间禁止吃生冷、油腻、油炸，也不要吃醋，不要喝茶。虽然它的根茎可入药，嫩叶可以做野菜，但是大家也不要私自去采食，以免采到其他的相似的有毒的物种。4八角枫，大家看，这个叫八角枫，它的叶子比较大，长了一些角，通常5到9个角之间，特别是它小时候角比较清晰分明。古人发现通常8个角，所以叫它八角，而且它也有点像枫树，秋天的时候就落叶了，所以古人叫它八角枫。但我们手中这一棵
它的叶子好像比较圆滑，没有什么棱角，是不是？很多植物小时候叶子比较分裂，长大了叶子就比较规整了。就像我们人小时候棱角分明，长大了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，变得有点圆滑，有点中庸的感觉吧。它的别名也比较多，有的叫白龙须，因为它的根须白白的，很细，像龙须；还有叫白金条、八角将军、鹅角板等等。八角枫是山茱萸科八角枫属的落叶乔木或者灌木，分布于华东、中南各省及甘肃南部、台湾等地。东南亚和东非各国也有它的身影。它的树皮平滑，有一点浅灰色。现在满树开花了，每年5、6月份开始开花。它的花期还挺长的，而它的花长得也特别有意思。叶生的聚散花序，常常数十朵挤在一块。初开时花瓣纯白，开放不久转为淡黄，细长线形反转，每一朵花都像一个精巧的小风铃。八角枫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药材，有肌肉松弛王之美誉。在少数民族医药学里面，比如说苗瑶对八角枫比较推崇，有的甚至叫它风湿圣药。它擅长祛风祛湿、舒筋活络、散瘀止痛，常用于风湿痹痛、四肢麻木和跌打损伤。八角枫味辛苦，性微温，有毒，归肝肾心经。它最出名的药效是它独特的肌肉松弛功能。八角枫须根中提取的总生物碱，曾在动物试验中表现出明确的肌松作用。民间也口口相传，服用它12小时内会麻木出汗、手脚无力。它是通过中枢神经和神经肌肉阻断，让筋骨松下去、痛出去。八角枫的药效确实很出彩，但是它的另一面同样锋利，那就是它传出的毒性。根、树皮、枝叶都有毒，尤其须根毒性最大。它的有毒成分主要是毒理碱。使用八角枫如果是侧根，也就是白金条，用量3到9克左右；如果是须根、白龙须，那就是3克以内。如果过量服用，会引发呼吸衰竭、心跳骤停。禁用人群：孕妇绝对禁用，小儿及年迈体弱者慎用或禁用，肝肾肺功能欠佳者忌用，心力不齐者忌用。特别是要注意不要泡酒处喝，因为酒会加速毒素的吸收。像这样的一个药材，它是在有效和越界之间，一定要把握好。虽然它是止痛、肌肉松弛方面的良药，但是另一个锋利的一面是它不容试探的生死线。我们科普植物是为了传播这个知识，大家遇到问题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，不要私自己去用药，以免引发危险。五桃金娘，今天来这一处山头，漫山遍野的桃金娘开花了。它的花长得似桃花般小巧粉艳，花丝呈金黄色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曾记载，草花之以娘名者，有桃金娘，丛生野间，似梅而微蕊，似桃而色贝，似桃花之形，取金蕊之艳，以娘字赋予娇态。民间却叫它桃尊娘，藏着一个既温暖又心酸的故事。传说旧时百姓躲避战乱，逃入深山，饥荒时发现这种甘甜又管饱的野果，靠着它才保住了性命，于是取名桃尊娘。渐渐的，口口相传的过程中，桃尊娘变成了桃金娘。江南人叫它碾子、山碾或者港碾。它是丘陵坡地的拓荒者，遍布华南各省，
以及中南半岛、菲律宾、日本、印度及印尼等地。桃金娘是一种常绿灌木，高约1到2米左右。每年4到5月份，它的花就开始绽放。它是最不神规的自然调色师。初开时花瓣呈淡紫红色，之后一天比一天红，再慢慢褪成纯白。整个季节同一株上同时缀着粉紫、玫红、雪白，仿佛打翻了贵妇人的胭脂粉盒。更妙的是，它是边开花边结果，这乡枝头经蕊缠动，那乡已有青绿色小果在悄悄膨大。而到了夏末秋初，桃金娘就迎来了一年中的高光时刻，它的果实已经慢慢成熟了，由青转黄，由黄变赤，赤至紫红，最后结出小盏状的紫黑浆果，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像一个个微缩的细颈小酒壶。那果实具体是什么滋味呢？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都有精彩的描写，我们就引述一下。公元1097年，苏东坡被贬至儋州时，曾在途中见过这种野果。他在《海七录》中记载道：结子如马乳，烂子可食，须甘美，中有细核，并嚼之，涩涩有声。短短几句便道尽了山野里桃金娘的惊艳甘甜。它的果虽然味甜可食，但是我们不能多吃，多吃的话第二天会大号困难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喝盐水化解。桃金娘果肉里无数极小的籽会在体内活着果肉凝成一团，困住肠胃，也就是所说的涩肠的效果。桃金娘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，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它果实养血止血的佳品，从根到果都有用。根祛风活络，收敛止泻；叶收敛止泻，果补血安神，滋养安胎。用法用量：根、叶、果干品15至30克，煎汤内服，外用捣敷或研末调敷。桃金娘有活血的作用，孕妇慎用，大便秘结者禁用。而在欧洲，德国人从桃金娘属的其他植物里面提取桃金娘油，我估计是其他桃金娘属的植物含的桃金娘油比较多，而这个正品的桃金娘用它提取，可能成本上不太划算吧。提取的桃金娘油制成专门治疗急慢性鼻窦炎和支气管炎的长绒胶囊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我们使用桃金娘的方式比较朴素，就是泡一坛碾滋酒。在民间，碾滋酒有男人的加油站、女人的美容院之美誉。你小时候吃过桃金娘的果吗？和它有没有什么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6五指毛桃，在岭南多雨的山林里，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，它的叶子像伸开的5个手指，它的果像小小的毛桃，根部折断会流牛奶，用它煲汤有一种奇异的椰奶香，广东人爱它到骨子里。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五指毛桃。它叫五指毛桃，但是它和桃没有任何关系，它和无花果倒是有点亲戚关系，因为它们都是同科同属3科榕属的植物。它的别名多得数不清：五爪龙、五指牛奶、土黄芪。很多人以为五指毛桃叶子永远是5个手指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它的叶子形态非常多变，幼苗叶子往往呈卵圆形，不分裂，如同一指。成熟植株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，才会生分裂成5指，甚至7指、9指，而同一株甚至出现1指、3指、5指。这都是正常的现象。更神奇的是，无论是它的叶还是果还是根皮，摘断以后
会流白色牛奶，这也是它五指牛奶名字的来历。五指毛桃首次系统性记载是在《生草药性备要》这本书里面。五爪龙味甜辛性平，而真正让五指毛桃大放异彩的是国医大师邓铁涛。邓老生前对五指毛桃推崇备至，曾亲笔写道：五指毛桃具有健脾补气、益气利湿、祛痰平喘、舒筋活络之功效，并有益气不伤阴、补而不燥、药食同源等特点，为补虚之佳品。北有北芪，南有南芪，就是指的南方人有五指毛桃，它是南方人补气之佳品。五指毛桃补气虽稍胜于黄芪，但性味平和，补而不燥，益气不伤阴，更适合常年生活在湿热环境中的南方人作为日常补品。它核心功效有三：第一，益气健脾，适用于脾胃气虚导致的食少腹胀、肢转乏力、便溏等症。第二，祛痰利湿。岭南气候潮湿，很多人总感觉身体沉重、徒重如裹，这都是湿在作祟。五指毛桃能祛湿化痰，改善湿重、带下、肢体困重等不适。第三，舒筋活络，对风湿痹痛、腰腿疼痛等关节问题有缓解效果。国医大师邓铁涛在治疗骨关节疾病、肌肉劳损、腰间盘突出症时，常以五指毛桃为核心配伍药材。五指毛桃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它煮汤时那股特殊的椰奶香气，整屋子都会弥漫着淡淡的清香，喝起来甘甜温和，唇齿留香。五指毛桃怎么煲汤呢？经典搭配：五指毛桃50克，土鸡1只，生姜、红枣少许，就像我们平常煲鸡一样，放下去，煲好以后喝汤吃鸡肉。五指毛桃这株从岭南山林里走出来的南芪，承载着岭南人数百年的生活智慧和养生之道。它既是药香浓郁的治病良药，也是椰香四溢的餐桌佳肴，真正实现了药食同源的大美境界之品。七马兰头，这个是江南人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菜马兰头，它是菊科多年生的草本，喜欢长在田边、路边，全国各地到处可见，所以它也叫田边菊、路边菊。它很好辨认，它的根状茎有匍匐枝，茎直立生长，高度通常是30厘米到70厘米之间。叶子边缘有小锯齿，嫩的时候锯齿没那么深，老了一点锯齿比较深一点。开的花是紫色头状小花，中间包裹着黄色的管状小花，还有红梗也有青梗，都是美味的野菜。但是药用的话，有的认为红梗的会更好一些。马兰头味辛性凉，归肺肝胃经，具有清热利湿、凉血止血、解毒消肿的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里面就记载它破宿血、养心血，急性咽喉炎或扁桃体炎可以采新鲜的马兰头100到200克，水煎服。马兰头一年四季都有，但是清明前后的最嫩最好吃。马兰头的吃法：焯水以后凉拌着吃，或者切碎以后炒五香豆腐干。虽然马兰头是一种美味的野菜，也是一味好药材，但是马兰头性凉，脾胃虚寒者、体寒者、经期女性不宜多吃。八锦兰边草，大家看，这个是锦兰边草，它喜欢长在这样的锦兰边。它的学名叫凤尾草，是凤尾蕨科凤尾蕨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凤尾草呢？因其形状似凤凰之尾而得名。这个草除了长在锦兰边，
还喜欢长在墙壁啊、石头缝等等一些地方。大自然万物蕴含着一些密码，有待于我们发现。比如说这个锦囊边草，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，它的提取物对这个稻瘟病病原菌，还有水稻蚊枯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呢。所以这个锦囊边草别看不起眼，藏着可以做生物农药的秘密。这个锦囊边草也是一味药材，它味淡微苦，性凉，主要用于清热利湿、凉血止血。它的叶形很优雅，株形非常美观，生长也很旺盛，也非常适合于盆栽观叶。九毛叶绞骨脆，大家看这个果子是不是很诱人？颜色有一点像那个枇杷，是这种黄色的，它叫毛叶绞骨脆。它的叶子啊，背面毛茸茸的，摸起来很舒服了，有一点天鹅绒样的。它的拉丁学名意思就是天鹅绒状的，而绞骨脆就是它的枝干比较脆，很容易就能折断。它的果是这样的椭圆形，裂开以后是个三瓣，里面有红色的果肉，红色果肉上面有淡黄色的种子。这个果可以吃吗？这个果是有一定毒性的，大家千万不要食用。它是野外有些珍稀鸟类的食源，它的果里面含有生物碱，还有三萜皂苷等有毒物质，尤其是种子含量更高。像松鼠会吃它这个果肉，但是它能够把这个种子跟果肉分离开，所以松鼠有一种天然识别毒性。野外有一些鸟类也会吃它的果肉，但是因为鸟类它的消化道比较短，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有时候鸟类能吃的，我们人吃起来不一定安全了，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。这个毛叶绞骨脆在连南瑶族自治县这边也是一种瑶药材，但是一般都是外用的。外用就是用它的树皮煎水洗或者外敷，比如说皮肤瘙痒或者跌打损伤、关节疼。它喜欢长在这种溪谷环境特别好的地方，能够发现它的地方往往是原始次森林地带。石商路，在开始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这种紫黑色的果子传株有毒，有人吃了甚至要去医院？你说的对，但也不全对，因为这个看似危险的毒物家族里有一个善良的亲兄弟，我们很多人都把它认错了。今天我们在山里看到这株开花了，其实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本土山鹿。它和那个泛滥成灾、焚身剧毒的美洲山鹿虽然是兄弟，但性格却天差地别。今天我们就一次性把它俩搞清楚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一眼能辨别出来，再也不会被误导了。本土山鹿和美洲山鹿有三大区别。第一，本土的山鹿它的花序是这样直立的，美洲山鹿它的花序是下垂的。第二，本土山鹿茎往往是绿色或浅紫色，很少整株通红的那种，而美洲山鹿它全株常带紫红色，成年植株像喝了红酒般深沉。第三，本土山鹿它的果成熟以后也是黑黑的，但是它是往上的，而美洲山鹿果黑黑的，它是下垂的。像本土山鹿，我们这边也叫它胭脂草，它的花像胭脂一样很漂亮，它的果也可以用来染指甲。美洲山鹿虽然是毒草，但是它也有一些用途，比如说做染料、做墨水、做皮草。我听说美国作家梭罗写《瓦尔登湖》的梭罗就曾经用美洲山鹿的果来做墨水。另外，它的果对我们人有毒，但是鸟可以吃，鸟吃了以后帮它传播。有的人说植物只要动物能吃，那我们就能吃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。比如说像断肠草，猪吃了长膘，人吃了断肠。就自然界也有一些东西我们人是吃不了的，但是动物可以吃的。而本土山鹿它的嫩叶可以做菜，
根茎可以入药。虽然说本土商露可以当野菜来吃，但是它也含商露皂苷等一些有毒成分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多。比如说嫩叶经过焯水，根茎经过炖煮以后啊，就变得安全了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本土商露完全无毒，而是经过千百年的饮食实践，掌握了让它变得无害的吃法。我们划重点了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。不管是本土商露还是美洲商露，它们的根都含有商露皂苷等有毒成分，过量食用都会引起严重腹泻、呕吐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严禁私自采挖食用。像本土商露，大家也不要去挖，有时候可能你也挖错了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是李文革，在广东连南山里面带大家慢慢认一些野生的植物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